各位同学晚上好，谢谢汤教授的邀请啊，然后很荣幸有机会来到美丽的河工大啊，然后今晚可以和同学分享一下我们这2-3年啊在区块链行业里面的一些经历，做了一些什么的产品啊，我知道上几周可能也有几个老师来到河工大和各位同学做了一个分享啊，他们有人做了一个基本概念的这么一个介绍，可能有人做了一个关于挖矿的是吧？挖矿的这么介绍，然后上周的也有老师做了一个区块链基本知识的这么一个介绍啊，但我今天呢可能和各位分享一下，就是可能更具体一些的啊，因为我们公司其实在过往2年一直致力于在区块链的应用落地的一个研究上啊。我们过往2年主要的一个业务呢，就做了这个 Meta ID 啊，并且基于 Meta ID 呢，我们应该来说是做了国内数量上来说应该还是数1数2的这么一个应用数量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可能来一点可以眼见为实的啊，然后我们待会呢可以和各位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过往2年所做的 Meta ID 的那些应用具体的可能会操作一下。然后有兴趣的朋友同学也可以现场操作一下。然后呢，我们明天下午也有个 workshop workshop 的话，然后我们可能会更厉害了啊，我们可以直接动手啊。我不知道就现场有多少是有前端开发知识的同学啊，或是有没有计算机系的同学啊？现场。有多少可以让我知道吗？因为我好准备一下明天的一个难度。看来不是很多计算机那个专业课的那同学啊。不过没关系，我们 Meta ID 它有个特点啊，它就是可以让开发会变得很简单。所以明天呢，我们的 workshop 呢，可能甚至是让在座一些可能没有编程基础的同学都可以动手来去做一个可能很简单的这么一个链上应用。这个可能是整个的国内也好，或者甚至是全世界范围的也好，应该还算是比较前沿的应该可以说是在浪潮尖端的这么一个技术所以我希望明天可以有机会和同学一起把这个我们想要做的那个应用做出来好，然后今晚呢我们就是回到主题我们今晚的介绍就是关于 Meta ID 的区块链应用的案例和实践分析刚才汤教授也介绍了，就我们公司是一个区块链的公司，是致力于大规模应用落地的公司。然后我过往3年，我之前一直是在 IT 领域创业的，然后3年前呢，我这边就转型全身的投入到区块链行业里边然后所以我经常呢也会被很多人问我，你们做的区块链到底是什么据我观察呢，就是对于大部分的人就包括像我老妈这种的人他们一提到区块链，他们就会联想到主要这3个概念，一个就是加密数字货币，是吧？然后最近的那个加密数字货币其实也经常出现在新闻中了然后第二个是交易所这交易所也是前几年很火，然后这2年国家也会有个打压，有个打击然后第3个还是博彩。那事实上区块链技术发展了10几年了从那个中本钟牌，比如说现在其实都快12年了。这12年来，区块链的一个应用，其实也是已经影响到很多人然后可能很多人也知道区块链是什么东西，然后对区块链也有他的理解，但大部分人其实还是停留在这3个概念里边。这个是有它的历史原因的然后这个也是现在是客观事实。但是呢，我们呢就希望，其实经过我们这3年的实践来看区块链它的技术呢，它确实是一个在我们看来是一个比互联网技术还要伟大的，或者是它对以后社会影响还比互联网过往20年的影响还要大的这么个技术只是过往20年由于各种原因由于区块链技术的不成熟
由于相关的用户数，还有相关的一个底层公链的一个技术问题，可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那个分布式 ID 身份缺失的问题，所以导致了区块链应用呢一直都停留在所谓的雷声大雨点小，然后所以呢，就对于很多的 区块链从业者来说啊，他们可能只会做这种数字货币交易所等等这些行业里边，但在我们看来，可能在未来整个的区块链技术它的落地的范畴啊，技术范畴远远不止这3个。在我们看来呢，区块链技术呢，它更加是一个下一代互联网的重要的基础技术。当然它可能会影响到社会方方面面啊，但我们认为它下一个大的浪潮或大的影响因素就会在互联网的影响上。在我们看来，甚至是区块链技术，它是可以将现在90%的互联网网站，将现在90%的一个 APP， 我们每天用的 APP 都进行一个彻底改造，可以让它们变成一个是更好的一个互联网，是一个能让我们或让社会效率更高的，整个成本更低的这么一个底层技术。其实很多时候啊，就是往往就是就是现在在我看来，就是一个互联网到一个区块链互联网这么一个范式转变中啊，我们叫它叫做是个范式转变。这种大的技术范式转变，往往大概可能只有30年或50年会经历一次啊。但就我们过往3年的时间来看的话呢，现在我们就正在经历这么一个大的技术范式转变中。很多时候可能大的范式转变来临了，我们身处其中，可能不太容易察觉得到。但很多的变化其实也正在悄悄的发生，我们可能作为第一线从业者，可能看得比较清楚一些。这也是我们的感受，就是我们现在认为区块链技术它更加是下一代互联网的一个底层技术，并且这个技术正在发生，它并不是很遥远的未来，并不是说是一个5年后、10年后的事情，而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好，然后刚才说到了我们区块链技术它可以成为下一代互联网的一个重要基础技术啊，重要基石。那我们先看看现在我们很熟悉的互联网它有什么弊端啊？其实我们现在日常所使用的互联网大概也是经历了25年到30年的发展，然后我们每天用的那个 APP 是吧，也顶多是十来年的历史啊。但经过这10几20年的发展呢，其实互联网呢也正在呈现出它的一个各种弊端，我估计可能很多同学也深有体会啊。就比如说，现在我们的那个各个数据都被一家家商业巨头所垄断，他们都将数据围起来，然后将本来是由用户产生的数据是吧，然后变成了商业公司自己的一个世界花园的数据。然后可能前段时间大家同学也很清楚是吧？阿里巴巴、那个天猫就因为那个强迫商家2选1这个问题被那个工商总局罚了一个天价罚款，对吧？然后各位可能同学也感受得到，为什么我用那个美团点的外卖，我要在那个饿了么打开看不到的这也是因为不同的商家他将用户的数据围起来了，这数据其实由用户产生的，我们仔细想想这个数据其实由我们产生的，但却是被一家商业公司所据为己有，是吧？这个就是现在互联网的一个现状。因此呢，就是会产生很严重的一个信息孤岛，是吧？刚才我提到了，就是不同的外卖平台，它的订单信息是不互通的。然后我作为商家，我要上去拼多多然后发布一次商品，是吧？我还得要去京东发布一次商品，是吧？虽然可能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但事情其实不合理的，大家想想而事实上，现在整个互联网也是形成了一个个信息孤岛，就我们手机可能打开是吧？每个同学手机上面都有，没有50个都有40个的 APP 是吧？每个 APP 的数据不互通的，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一个 APP 它其实变成个信息孤岛这是我们认为这个是互联网的一个底层技术的缺陷所导致的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一个隐私泄露的问题啊，这个可能很多同学也深有体会了啊。比如说你去百度搜一个什么关键词是吧？啊，然后如果搜一些比较私密一些的关键词，可能你打开淘宝，立刻出现到推荐上面就是你刚才搜的那个信息，啊，就这种隐私泄露问题也是很严重的，所以呢，这三大点呢，这是我的总结，就是现今互联网的这么一个弊端，这是由于互联网底层技术，啊，我们互联网底层技术是什么？就是其实是通过 TCP/IP 这个传输方式的缺陷所导致的这些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呢，其实呢，本质上是技术缺陷所导致的，所以在我看来，就即便国家或是工商总局在罚什么款，这些其实也是治标不治本的这么个事情，啊。关键一点呢，在我们看来呢，就是需要从根本上底层改造这个技术。所以在我们看来，为什么是区块链技术它会成为下一代互联网的这么一个基础？因为区块链技术它很好弥补了原来互联网底层技术的一个不足，啊，它可以让信息得以不可篡改，是吧？可能区块链技术经过前3周的其他老师的一个普及，大概可能也有概念了，是吧？基于区块链的数据，我们可以做到不可篡改，是吧？然后呢，我们数据可以近乎永久保存，然后呢，每个数据呢都是由密码学保证的，它是可以有一个很明确的归属权，是吧？所以从原理上能够做得到，数据是为用户所拥有，就等等，区块链还有很多好处了然后呢，在我们看来，可能只有区块链技术呢，可能还是不太够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做我们 Meta ID， 因为我们 PPT 封面第一个标题是 Meta ID 嘛 ，Meta ID 就是我们要做的一个分布式身份的这么一个系统。好，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一个分布式 ID 呢？或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这个分布式 ID 很重要呢？我想，先让各位同学先想象一下就假如 Facebook 或是说我们很熟悉的其他应用是吧？然后或新浪微博什么的如果想象一下 Facebook 和微信的数据能够互联互通甚至是好友关系它是可以共享的，那是会怎么样子同学再想象一下假设我们发表在新浪微博或是发表在哪里的那些信息，我们不会担心被黑客篡改或者被运营方所删除、所修改的话，那会怎么样子，是吧？或是想象一下，我们以后用所有的应用，我们就不需要一个账号一个应用一个账号了，是吧？现在大家都是用美团一个账号，用微信一个账号，用饿了么又一个账号，用哔哩哔哩又一个账号，是吧？其实这都是体验非常差的。但想象一下，这3点如果都能够实现的话，这个是不是我们认为是会带来一个更好的一个互联网体验？这就是我们 Meta ID 要努力的方向，这也是我们 Meta ID 要解决的问题。但好在的话，其实这个并不是太遥远的事情，这个我们已经慢慢的将它一步步实现了，所以也是今天稍后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么一些应用的一个介绍。好，刚才提到了，就是说区块链它固然好但为什么过往发展了10几年都没有出现刚才提到的那些应用的场景呢？因为当然这技术发展需要时间然后各方面底层技术供应链的成熟也需要时间，然后包括人们要发现中间的一个关键点，其实是在于分布式身份，这个也需要时间。但现在就除了我们然后其实包括很多大公司，他们其实也是慢慢的开始发现了原来分布式 ID 身份是打开下一代互联网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要实现刚才提到的那些好处的一个应用的话，中间就需要有一个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 ID 体系。其实不单是我们做左边 Meta ID 的，就是我们在做的这个产品然后包括微软等等这巨头也发现了这么一个关键点所在，所以包括今年4月份的时候，微软也是正式发布了他们的那个 ION 的分布式 ID 体系然后包括最近2年出的很多区块链的一些公链他们也是带有这个分布式 ID 的
一个功能或是这么一个技术啊，这些也越来越多。当然就是现在就是越来越多公司能够发现这个问题，或是往这个方向来做，当然是好事，因为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是吧，区块链技术的下一代互联网，这个就可能离我们生活真的是不会太远了。好，所以刚才就简单来说啊，简单说Meta ID什么呢？它就是未来互联网上的一个用户身份证啊，用户身份证，简单来说这样子。一开始我想着可能要举很多的术语，想这些术语还是比较难明白。这句话可能比较好理解，是吧？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去哪里都要身份证，是吧？我今天坐飞机要身份证，我进来那个学校门口啊，咱们的那个河工大也要身份证登记。这个 Meta ID 的 ID 身份，它其实相当于以后未来的那个区块链互联网的一个身份证。哎，你有了这个 Meta ID 的话，你以后就可以很自由的使用各种各样应用，并且由于有这身份证可以将你数据关联起来，所以呢，就从原理上可以做得到啊，不同应用之间的数据它就是可以互联互通的。好，然后回到这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刚才也是汤教授问那个问题中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就我们所认为的这么一个分布式 ID 身份也好，或者是叫做世界身份证也好啊，它并不是一个小范围的东西，在我们的一个愿景中，在我们理念中，它必须是一个能够覆盖70亿人的东西。如果它是从原理上、从技术上，它是都不可能覆盖全市70亿人的话，这个东西是没价值的，或是价值会大大减少啊。因此呢，就是我们认为它首先它必须要建立在一个可扩容的一个比特币上，啊，就首先呢，就是所以我们选择技术路线就是它是 BSV 加 MetaLab 这么一个技术路线。首先呢，当然我们可以先撇除这些名词先啊，然后甚至可以不管是 BSV 或 MetaLab 什么，但我们可以一步步推。我们首先希望这个分布式 ID 是建立在一个无限扩容的 POW 的公链上啊。刚才提到了，我们不希望是在一条私链或者是一条联盟链，我们希望它是一条公链，并且这个公链它是 POW 的啊。POW 的概念可能我猜应该是前几周有那些老师给你们说过了是吧？啊，因为 POW 简单来说呢，它是个开放的、无许可准入竞争的这么一个共识机制啊。然后呢，从物理学角度上来说呢 ，POW 呢它是可以源源不断的啊，将外部的一个能量或电能或是一个负伤啊等等注入到这个系统里边。因此呢，就 POW 的那个公链呢，它是会具有更高的一个生命力的。好，然后我们也是希望有一个高 TPS 的，就高那个每秒交易数啊，这么一个公链，并且它是需要图灵完备的。图灵完备意味着我们做什么的应用都具备可能了。好，然后呢，我们希望它是一个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验证的。比如说像比特币是吧？比特币到现在为止已经跑了10几年了，安全性是毋庸置疑的，并且手续费足够低啊，因为我们每天日常使用，每天可能平均每个人一天大概会产生100到200条的交易啊，我们测算过啊，你手续费必须要足够低，这才可能成为普及啊，就足够低是低到什么程度啊？可能一条交易的手续费可能要低于1分钱，甚至是低于1/10分钱，这样子就可以了。想想，如果低于1/10分钱的话，一天我们即便有200个交易或是200个操作，是吧？那个成本也是几毛钱，啊，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好，然后为什么我们会选择 MetaLab 呢？因为 MetaLab 它是，其实这 MetaLab 在我个人看来呢，它是继比特币白皮书发表以后第2重要的白皮书啊，但现在可能能够深刻或是那个认为它很重要的人并不多，但我是认为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新的一个发布。好，因为 MetaLab 它可以解决了区块链上的一个很多问题，区块链它的那个数据都变成可以有格式了，然后呢每个数据呢它都可以有权限功能啊，然后不能伪造，然后第3个呢就是它可以有版本控制功能。对，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我 Meta ID
认为必须要建立在一个可扩容的比特币上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即便可能有很多巨头也在做这个事情，但基于我们这个技术路线的分布式 ID 体系，现在确实只有我们一家，并且我们也是做的最早的，啊。好，所以刚才说的我就简单总结一下，就是说，我们今天其实就可以基于类似有 Meta ID 的这样分布式身份体系的技术啊，我们现在就可以打造一个有如下特点的下一代的互联网应用。这个应用呢，它是可以让不同的应用之间的数据互联互通啊，就像刚才提到的，我可能我在微信里面发信息，另外一个推特用户、微博用户是能收到我这个信息的啊，这样子可以具有不同应用之间的数据可以具有互操作性，然后呢，这样子就可以真正的打破信息垄断啊，并且打破信息孤岛。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数据都是不可篡改的啊，是个近乎永久保存的这么个数据啊，所以我们也不用担心啊，我们发布的数据可能被某一个运营方删掉了，我们永远找不回来了，是吧？我们也不怕，我们可能很重要的一些信息发表在社交媒体上的信息被一些黑客入侵了，篡改了我们的数据。好，第三个就是一个账户，就是一个 key 啊，就可以使用所有的应用啊，然后我们也不用说一个应用一个账号，一个应用一个密码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很重要的就是可以让应用具有微支付啊，可以具有所有的权益通证化资产证券化等等这些全新的一个我们所说的区块链互联网也好，或者叫价值互联网也好，所具有的特点，这些都是传统互联网提供不了的啊。就我举个例子啊，什么叫权益通证化啊？权益通证化，现在比如说我们比如说我们可能在中秋节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很熟悉那个月饼券，是吧？但月饼券这种东西以后就可以很方便通过区块链互联网变成了一个通证。变成通证的话，就意味着很简单的可以在我手机上出现，我也不怕商家他多印了很多月饼券出来，是吧？然后我的月饼券也很方便通过手机和不同的用户之间进行一个交互，进行一个转移，等等很多权益是吧？包括比如说可能各位同学里面的你以后那个饭堂里面打饭的那个饭卡里面的那些，其实都是你的权益，是吧？虽然是充值进去的但有这种就各种各样的权益然后可能包括以后的房产证，我的汽车的一个汽车所有权的一个证明等等，这些都是权益，这些以后都可以很方便的通过区块链变成一个通证。好，然后呢，对，然后刚才说了可能蛮多比较枯燥的东西所以我接下来就是可以先给。现在大家直接使用吗？可以，现在可以使用。大家试一下，我是试过的。对吧？对。我们今天待会会演示很多我们区块链的应用然后中间很重要一个应用就是上面的网址是收.sv这是网址来的就收.sv 这个网址，有兴趣的同学现在就可以下载。它上面下载，它是个安卓的一个客户端有安卓手机的同学现在就可以下载。下载之后呢，上面可以看到很多应用，现在就可以用了待会我介绍的时候呢，甚至可以是我一边介绍的时候，你们一边体验一边体验对，就是收.sv， 对，就收.sv。上面暂时来说，因为暂时来说只支持安卓可以选择 APK 下载如果是能够访问那个 Google Play 的话，也可以通过 Google Play 下载。需要注册吗？对，需要注册。第一次使用需要注册，需要用手机号码注册就好了。就各位到时候就用手机号码来注册就好了。下载 APK， 然后安装完就可以按上面提示进行注册登录，然后可能第一次登录之后，可能看到可能都是比较空白的页面然后你们就去到那个应用那个页面，添加一些应用出来。现在上面应该差不多有10个应用可以添加的
嗯？都可以，我这里都是用安卓的吗？这里的同学有没有不是用安卓的？应该还是蛮多用苹果是吗？啊。对，我就会没关系，就没装不上的话，我会演示一下，我接着演示一下，然后待会，对，可以演示。对，我是先演示一下，因为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现在就可以做一些数据互联互通的这么一个应用出来。我就演示一下，我们现在在上面有两个应用，它怎么数据互联互通的。右边呢，它是一个链上微博啊，这个是链上笔记本，链上笔记就像印象笔记一样的这么一个应用。然后登录进去之后啊，这是一个链上应用啊，功能还挺齐全的啊。有各种功能，目录笔记分类啊等等啊，然后现在新建了一个笔记，然后就像其他的笔记应用一样，是吧？我选择分类，我输入内容然后我选择是公开发布的，然后呢就确认了之后呢，就当然可能也需要支付很微小的一个上链费用啊。对，可能要支付很微小上链费用然后这个文章已经上链了，这个数据已经保存在区块链上了，不是保存在我们公司服务器上了。好，然后这个应用里面重新刷新一下了刚刚看到这个文章标题，在另外应用上可以看得到而且这个应用它是甚至不知道这个 MetaNote 存在的，就链上微博甚至不知道那个链上笔记存在的。好，我同样在这个链上微博里面发一条微博发一条微博。然后在这个笔记本里边呢，就是会专门有个目录有个目录，它会收集我自己在链上发布的一个微博信息像这样子，左边全部都是而且这两个应用它是好玩的地方是在于不同的两个团队开发的甚至是两个团队不知道双方存在。是你的两个团队还是外面？对，外面两个团队对，因为它整个开发模式是无许可的，大家都是以链上的数据为准这两个小产品还不是你的？对，这有一个是我们开发的，有一个是另外一个团队开发的。对，所以就是其实就无论是哪家开发都好是可能甚至是明天同学开发的一个小应用也好，做的效果都是这样的，就是不同的数据可以在不同应用之间互联互通，这是我们所说的互联互通的这么一个含义并且看到了甚至是也可以具有一个互操作性。就是我在这边对这个数据进行了一个操作，另外一边也会有一个反馈出来，所以这个是区块链应用这么一个特点好，我就接下来往下说所以我们 MetaID 的一个简单的通俗比喻是怎么样子呢？就是在我看来呢，未来的区块链网络呢，它以后发展，经过几十年发展呢，它就会更加像一台全世界公用的超级大电脑，这是世界里面唯一一台电脑。大家应该看过那个《黑客帝国》是吧？那个 Matrix 的一个雏形它是完全可以基于区块链里面打造的。OK， 然后数字货币呢，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主链上的 BSV 的，它相当于这电脑上的一个能量这个能量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其实本质上是由矿工他的那个刚才提到的，他从外界通过 POW 这个机制输入这个富商，就输入能量进来的。好，然后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 MetaNet， 它是什么？它更像是一个操作系统，操作系统协议操作系统协议。然后用户的一个创建的一个 TX， 什么是一个 TX？ 就比如说刚才看到的就是我通过那个链上微博发一条的微博信息是吧？这其实就是一个交易这具体的一个交易就相当于电脑里面的一个文件，就很像大家在电脑里面右键新建一个什么文件这样子然后我们的一个 MetaID 的协议就像一个文件的格式是吧？我们右键新建文件可以新建一个 TXT 文件是吧？也甚至可以通过一些软件可以新建一个 JPG 文件是吧？好，然后这文件存在在电脑里边呢，可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应用打开大家理解吗？就是可能这一个 JPG 文件放在你电脑里
对吧？一个 JPG 文件你可以用电脑里面的看图软件打开，可以用 Photoshop 打开，是吧？甚至可以用什么其他的修图软件打开，这 JPG 文件都是没问题的。所以这个概念就是跟我们现在 Meta ID 的那个非常像，就是我还是以刚才我发一条微博为例，我发一条微博，其实本质上是创建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它是没有任何软件信息的，只要知道这个格式的软件知道这个文件格式的软件，它都可以打开，所以就可以使得刚才看到的一个笔记本可以打开这个微博，那个链上微博的程序也可以打开这条信息，它就是这么个原理。好，对，然后我接下来可能会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原理啊，我这个时间不会太多，我就可能会加快速度做这个原理上的介绍。首先呢，就是刚才提到 Meta ID， 我们希望它就是一个私钥，可以使用所有的应用，包括网站等等然后呢，它是怎么会被数据怎么被用户所拥有呢？这可能我稍微提一下。Meta ID 它的一个创新的点在哪里呢？上面的那个其实更像是传统的 APP、传统网站的一个数据库的这个架构，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在座同学开发过简单的一个网站其实传统的网站它都这样子，它数据的分类方式呢，它都是一个表，然后存放用户数据是吧？然后一个 user center 表存放所有的用户数据，然后一个帖子表是吧？我就以发表那个微博为例嘛，以微博为例，然后一个帖子表它就是一个表存放所有用户的一个帖子是吧？然后一个有用户回复的，我就用一个回复表存放所有用户的回复。但Meta ID不是这样子，Meta ID的分类方式呢，它就以人来做分类方式，以人做分类方式。下面看到的就是两个树是吧？两个树状结构。在 Meta ID 的做法呢，就是将链上的数据都以人为分类，将每个人的数据都放在一棵树下边。一棵树就代表一个人在链上的所有的数据，我们是以树状的结构来组织的，然后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树然后以后我们可能在链上使用 Meta ID 这种方案的话呢，就是可能一个人有一个很大的树。那这个用默克尔树的那个结构把它链接起来吗？或者用到默克尔树的那个可以用默克尔树的一个原理来将它的一个位置加快定位但它本质上就是个树，对，这样便于管理，对吧？对，便于管理所以这是。那就是说你们是淘汰了上面那种结构。是的。但是上面的结构是更像是抽屉式的结构。对。但是上面如果都翻过来，不也是跟下面的类似吗？但是它是以 APP 以中心化的。对。这就是过去的中心化的互联网，各位。对。理解了吧？对，可以看到就是这数据之前呢，归集一个点的收敛点都是一个 APP，是吧？所有数据都是在 APP 下。但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所有数据归集一个点都是一个用户。不同用户它收敛一个点都是不同的用户，所以其实从结构上来说，我们就做到数据是以用户为中心，就首先从结构上已经做到是以用户为中心的一个数据结构，所以在我们 Meta ID 的那个数据结构里面是没有应用的，没有应用概念的，所有的数据在区块链上都是以一棵树存在，一棵树就代表一个用户，一棵树就代表一个用户。然后应用你要显示什么数据你就可以根据不同协议，根据指定的格式是吧？可能用各种的方法，然后将不同用户数据聚合起来，好，然后所以我们就可以做得了，就刚才看到的是可以一份数据可以被不同的一个应用来去显示出来，是吧？然后比如说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同一份数据通过协议聚合起来，但这是原始数据。然后呢，这数据是无许可的，可以被其他不同的公司、不同应用来去获取的。就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链上微博，还有那个链上笔记，这两个应用它都获取同一份数据，而这个数据都从链上来的，这个数都是存在链上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对，就是应用呢，它就可以将不同的用户的树上的数据聚合起来，然后不同的应用它就是可以根据自己喜好来将这数据渲染出来。因为也就是区块链特点嘛，不同应用，我也知道这数据它不可篡改的，也是不是属于任何一家公司的所以我作为应用方，我也
我也可以很放心的将区块链数据能够按我自己需要的渲染出来。好，然后呢，甚至是呢不同协议的数据呢，它可以相互组合啊，然后开发就像搭积木一样，啊，就还是以刚才的那个链上微博为例啊，链上微博为例，就比如说这个帖子是怎么来的？它是从不同的所有的用户数上摘取相关的叶子啊，这个树上的叶子，摘取不同叶子，然后显示出来啊，然后呢，这个点赞呢，也是从点赞协议里面呢，从摘出来，然后显示出来啊，所以就是对应用来说，它的数据，它的是很灵活，它的数据存储的颗粒度是以协议为单位的。对应用来说，它可以在链上用户的一些数据，甚至可以很自由的组合，来达到它自己不同应用的这么一个目的。好，就刚才提到的那个方式，就是 MetaID 是怎么做的？就是我们大概就是会将链上的数据以 MetaID 协议方式，将它变成一棵棵树。就刚才也提到了啊，这是一棵棵树，啊，这是链上主网，就 BSV 主网，然后我们通过 MetaID 协议将它变成一棵棵的，已经是有数据格式的、数据结构的树。然后呢，这个树上面呢，就是有固定的位置呢，是存放用户信息的，比如你的名字、你的头像啊等等啊。然后呢，专门有位置是存放你不同的一个应用、不同协议的数据，比如说可能这个节点、这个节点下啊，全部是保存微博信息的，可能这个节点下全部是保存你在不同网站上的一个评论信息的啊。因为它是没有应用的概念啊，所以你这个评论可能在微博里边评论别人啊，甚至也可能在哔哩哔哩在评论别人啊，但这信息全部都放在这个树下边啊，所以应用它就可以很简单哦，这个树下面都是你自己的评论，我就可以很方便的将这个数据能够抽出来了。好，这个是大概的一个原理啊，大概的原理。好。刚才也说了很多概念性的东西啊，刚才也放了一个视频，所以接下来呢，我这边会就是具体的操作一下，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些应用、那些概念，是吧？我们都说眼见为实嘛，啊，然后我不知道刚才各位有没有同学装了我们那个show.sv 这个 APP， 有人装上了吗？有人装上了是吧？你们可以在那个应用里面添加应用啊，添加上了是吧？啊，下次你也可以开发一个，是不是？哎，你们如果开发一个 OK， 课程就学分就拿到了，而且可能还是高分，理解我是吧？我们鼓励大家动手，明白吗？好，对，应该对大家没装上，建议还装上啊。不过没关系，我待会会操作一下。因为可能不是所有同学都有安卓手机啊，好，我先介绍一下，就是刚才的Show APP， 刚才也建议大家同学先装上了，当然没装上没关系啊，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Show APP 呢，它首先是基于 MetaID 来开发的，它整个体系都基于刚才提到的 MetaID。我们就当然可能有些同学已经装上了啊，看起来有点像微信啊，有点像微信，但它跟微信的功能还是不太一样啊。就当然它首先会有类似微信的一个聊天功能啊，但是我们聊天功能它是基于密码学的，所以我们的隐私性会更好，并且你跟某个用户私聊的信息呢，由于保存在区块链上，所以呢那个保存的时间也可以理解成是近乎永久保存啊。然后第二个呢，它也是一个通知中心。通知中心是什么概念呢？因为以后大家可能也知道，我们一个数据啊，是吧？可能以后有很多应用，就比如说，可能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链上微博，我们可能以后有很多的应用，因为区块链应用它开发是无许可的，可能以后有某个国家某个开发团队它开发了一个链上应用。也可以让用户和刚才提到看到那个 Showbus 这些应用能够数据互联互通的话，是吧？然后我们信息可能会被另外一个我们不知道的人点赞啊、回复啊等等，我们甚至不知道我的应用是哪里被人回复了、有互动了，但没关系，我们这个 APP 也是就有一个统一的通知中心，这也是利用了 MetaID 的一个特点。
好，它当然它也是一个 Meta ID 的一个应用平台，就刚才装的朋友可能都看到，它专门有一个列表，上面所有 Meta ID 应用都可以在上面使用。好，对，它这个就是它上面的一个界面。没装的同学没关系啊，我这边放一个简单的视频啊。我本来想用手机演示一下，但手机也投屏不了，所以就也做了一个简单视频介绍一下这个 APP 啊。好，它得益于 Meta ID 协议的特性呢，就是我们相信啊，它会成为每个用户的一个未来的一个社交应用社交中心啊。好，它上面有很多的一个应用，然后也可以有好友的列表啊，它可以提供 P2P 的加密聊天功能啊，就是这个信息只有对话双方才能看见，连我们自己应用方都看不到聊天内容的，因为它是采用了那个比特币加密的原理。好，就举个例子，就是可能在右边的链上微博里边啊，点个关注。然后我们 APP 里面立刻收到一个通知，哦，就谁给你关注了，啊，你同时也收到了一个很微小的这么一个奖励，啊，因为基于比特币的这么一个微支付的这么一个特性，啊，然后呢，不单是关注啊，可能还有很多的一个互动的操作，啊，我也会通过这个搜 APP 发送给你，啊，比如说可能有用户在用网页版的一个微博里面给你点赞了。或是在一个不知道什么应用里面给你回复了，啊，或是在其他各种各样的地方啊跟你互动了，反正因为我们都是从区块链里面读取数据的，所以就立刻可以给用户发一个通知，都是可以做到这一点。对，比如说像转账是吧？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像比如说支付宝，有人通过支付宝给你转账了，你在微信可以收到这个转账通知。啊，你不需要打开支付宝才能收到这个通知了，啊，这些都是可以在我们收 APP 里面可以做得到，对，就可以立刻收到通知，并且知道他是谁了，啊，就有一个账户互通的嘛，所以即便在支付宝发信息给你，你也知道是谁发给你，谁给你转账，你知道谁给你是给你转账的啊。对，它也是个应用中心等等，这是我们刚才就是希望同学装一下的那个应用的这么一个特点啊。有安卓的同学建议装一下，因为可能我们明天的 workshop 也会涉及到这上面的一些应用啊。好，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应用，这个就说 APP， 它是一个 APP 形式存在的这么一个 Meta ID 应用啊 ，Meta ID 应用，可能刚才那个视频也大概也能看得出来一些 Meta ID 刚才所说的一些特性了，是吧？啊，数据是互联互通的，是吧？然后呢，数据呢是可以更加的就是为用户所拥有的，啊，它是可以完全打破信息孤岛的。因为这个 APP 其他第三方公司它完全可以做一个跟它的功能数据互通的一模一样的这么一个功能出来，啊，好，然后，对我在因为今天主题是那个应用案例分享嘛，啊，所以我这边会接下来也会就是再展示一下其他的一些应用啊，当然了，其他的一些Meta ID 应用在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 Show APP 里面的应用广场里面都有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把那个 APP 装了之后回去也可以慢慢体会、慢慢使用一下。我这边就通过，因为这些应用大部分都有网页版了，所以我就通过网页版来介绍一下。好，现在先看看这个我们叫 Meta Photo 的这个应用。这 Meta Photo 简单来说，它就是个链上相册。用户呢，他可以将自己的照片传到这 Meta Photo 上啊，甚至可以按照自己喜好进不同的相册分类，然后照片呢有个特点呢，跟传统的网盘有什么不一样呢？它比网盘好的地方就是它的数据可以近乎永久保存，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些很珍贵的照片，我们可能希望我们的孙子能看得到，其实这个就是很好的选择。我不知道大家就是以前可能在座的同学可能上网的那个
网龄并不是特别长啊。但以前对我来说，这个是一个很痛的痛点，因为以前在互联网上有很多的大相册，即便是谷歌做的那个相册，或被谷歌收购的那个 Flickr 以前的那个相册，它最终都是存活大概不超过10年，然后我之前的照片都找不回来了，啊，这个还是蛮痛苦的一个事情。所以现在这个链上相册的话，我自己个人也是很愿意将我自己的一些照片放上去。因为我希望我的照片有可能给我的孙子看到，现在区块链的相册就有可能达到这么一点了。就当然它还可以分享啊，还可以分享。所以我简单给大家看一下那个界面，直观感受一下。对，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 Meta Photo 这么一个界面，因为它可能还是看起来比较简单啊，但它和你们手中的那个相册功能差不多啊。大家可以想想，因为刚才我不是做了比喻嘛，是吧？其实我据 Meta ID 做的那个应用很像一台电脑，或区块链很像一台电脑。哎，这个就是在这电脑上的这么一个相册这个 APP， 是吧？我们每一个手机都是一个操作系统嘛，我们安卓都是操作系统嘛，我们安卓上都有个相册嘛，哎，它这个就可以变成就是安卓上的一个这么相册了。就当然了，刚才也是得益于 Meta ID 的协议特点啊，即便我通过这个应用上传的照片，是吧？以后做这个开发这个软件的公司倒闭了，因为这个公司这个 Meta Photo 不是我们开发的，说实在，也是一个另外第三方公司开发的。哎，但为什么我很放心的通过它来上传我的照片呢？因为我知道，即便这个公司停止运营了啊，这个网站打不开了，也是可以将照片拿回来的，因为这照片都存在区块链上面去啊，并且我们有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显示这些数据出来，不单是只能通过他们网站显示出来啊。这个就是 Meta ID 的好处了，就是数据互联互通的这么一个好处了。好，所以大家其实可以体验一下，然后当然它功能，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然后上面它体验可能跟传统的手机相册已经是差不多了啊，已经是差不多了。然后你当然也可以在上面进行一个。新建一个相册是吧？将你的相册进行一个归类啊，等等是吧？然后以后在这上面还可以做更好一些，就比如说像现在我们相册软件里边有些分享啊、发现啊功能，这些都可以做进去。对，包括你看到有好的照片，也可以分享出来。这些都是其他用户他自己的照片分享出来的照片啊。好，然后我们这个就是链上相册的这么一个介绍，然后这个就Soul Talk 我简单介绍一下。刚才提到了，我们Soul APP 里面就可以做到用户跟用户之间私聊或群聊，都是做了一个加密的或是隐私性很好的这么一个聊天啊。然后呢，刚才我也举个例子，哎，我在微信里面可以给推特。或者是给那个微博用户发信息的话，会怎么样子呢？其实现在我们也除了我们说 APP 里面聊天之外啊，我们也做了一个也有个网页版的，这网页版就叫 Soul Talk 了，就 Soul Talk。它信息呢，就是可以和那个APP 的信息是互通的，但它是个网页版，存在另外一个地方，但也是得益于 Meta ID 的这么个特性啊。所以呢，就是我在这边发信息的话呢，我在 APP 里面也是可以实时收到的。我比如这发条信息啊，然后其实我手机上就这个说 APP 里边这个群里边就能够实时收到了啊。当然这个群里面可能很多同学没加进来啊，里面还有一些群聊这功能。好，这个就是也是一个例子了啊，也是一个我们的一个 Meta ID 应用的一个例子。这个是这个可以大家这个Soul Talk大家可以理解成是一个微信的这个网页版。好，然后呢这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是个链上合约链上合同的应用啊，这个也是一个第三方开发的一个应用。就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些都可能基于社交类的，或者是吧，然后是聊天类的 IM 类的。
啊，但这个是个可能偏工具类的啊，偏工具类的，因为区块链其实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是吧？然后本质上所有信任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利用区块链来解决，因此呢，就这样看来，这个是可能链上合同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啊，特别是现在是吧，那个疫情还是比较严峻的时候啊，现在其实对于很多公司而言，他们都不太希望，把合同拿来去是吧？把合同拿过去的话，一来是成本高啊，第二个呢，即便是通过快递邮寄过去的话呢，这个时间也长，并且也存在风险。如果是对公司来说，所有的合同都可以走链上的，都是可以以一种密码学保证的、不可辩驳的方式来进行双方的一个签名、一个签收，这样子可以省去很大的一个合同的这么一个邮寄成本、一个沟通成本，这也是一个链上合同要做的。就现在这个链上合同，它有这么些功能啊，它是可以用户可以在链上签约啊，可以管理链上的合同，可以链上履约等等啊。它有3个大的特点呢，就是那个合同是吧？因为所有的内容都是链上的，所以不用担心篡改啊，然后也更不会丢失啊。对于一些很重要的合同来说，其实丢失也是很大的痛点啊。然后呢，它是对于一些重要的东西，可以通过智能合同关联起来，做一个自动执行啊。就比如说我们做一些智能合约，可以就是通过一个输入，就某某人签署了这份链上合同的话，我就会做一些动作啊，这些都是可以的。然后第3个最后一个就是可以杜绝萝卜章啊，就是我知道这个用户签了这个信息的话，它是绝对生效的。好，我就因为这个不太好演示，我就简单给各位看一看就好，看一看。对，这个就是链上合同，它同时一个网页版了，如果第一次使用的话，就可能需要有一个链上的一个个人声明啊，然后个人声明就声明了哦，我是谁谁谁，我同意，就是以后这个 Meta ID 代表我的所有的这么一个意愿、一个意志啊，我通过这个Meta ID 在链上的数字签名，代表了我的个人意志，就大概是有这么一个签名，然后它就可以发起和其他的用户进行一个沟通，对吧？可以比如说发起，然后它可以管理，然后可以就起草中、发起中等等各种状态都可以进行一个管理。好，刚才提到的是链上合同。好，那个链上笔记本刚才看了，我就这个链上笔记本我就不详细介绍了。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Meta ID 101，我就简单说一下。Meta ID 101它是一个链上的一个论坛，简单来说是个链上论坛，就是个链上的一个内容管理的一个应用啊。就当然这个为什么还要说一下，因为它上面现在基本上是 Meta ID 相关的一个入门文章，或者是 Meta ID 的一些创意的一个讨论，就未来区块链互联网会怎么样子，在上面都有个论坛，都有一些用户在讨论这个事情啊，就是所以我们这边也是做了一个链上的一个论坛，也是做了一个链上论坛，就是这个 Meta ID 101，就值得一说的话，就是可能看起来跟传统网站差不多。但它最大不一样就是它上面所有的内容都是放在链上的，啊，并且我们上面的文章，我们不需要额外在上面再发表。就比如我一个例子，就上面这个文章，我不需要在链上在这个平台上额外再发表一次，我只需要在相关的一个 Meta ID 输入这篇文章的 TXID， 这文章可能很早之前。用户已经是通过刚才提到的 MetaLoof 已经发布在链上了，啊，我只需要知道它 TXID 定位到这文章，它就可以自动把它显示出来了。这是数据复用的功能，数据复用，啊，我就举个例子嘛，以前
我在某个论坛上发表一篇文章是吧？我要将这个文章再搬过去另外一个博客里面，我都得要复制粘贴过来。但以后不需要了，因为数据互联互通，大家都从链上取，我只需要在微博里边导入这个 TXID， 然后就可以自动显示出来了。并且数据是一样的，并且这个文章可能原作者在他的那个笔记本应用里边修改这个文章，然后这里就立刻显示修改的版本。也就是说这些在不同的比如说栏目或者说系统里面，它不会更改，改不了。只有作者他自己可以改，我们都改不了。作者自己可以改。对，这作者可以改。所以他这个好处就是，我是个作者，我可以在自己的一个编辑器是吧？我编辑可能在本地的什么一个软件，甚至不是这个平台上的一个编辑界面嘛，我在我自喜爱的一个编辑界面里面编辑好文章就可以了。可能以后我有个投稿按钮是吧？那投稿按钮这个网站，觉得你这个文章很好，我就采用，然后就立刻显示出来了。然后这个好处就是什么样子呢？连这个网站的编辑者他其实都改不了这个文章内容。然后这个文章内容呢，它只有作者，就比如这个文章为例这个文章上作者是这个叫 Blue 的这 Blue 是我们公司的技术负责人然后只有他自己才能改这个文章，我们都改不了，所以它会产生有很多很好玩的一个新的模式出来这个也为什么展示一下，也是体现了一个 MetaID 数据复用的这么一个特点就我对于作者来说，对网站来说，我不需要复制粘贴过来了，都是取链上同一份数据。那冯总，我不知道各位听的是什么感觉其实因为冯总应该3周前，我第一次在科大听他讲演，然后我也好奇，然后我也用了那个刚才那个那个 APP， 对吧？那么今天这个也就3周之后吧，他这个又有很多新的东西出来，我非常好奇，是吧？就是说你的这个团队是不是天天都在开发？当然，我们团队也是很努力的在开发OK。但 MetaID 有个好玩的地方，它就是它的准入开发它是无许可的，其他有能力的开发团队呢，他在了解好整个 MetaID 概念里边呢，他是甚至不需要通知我们，他自己可以动手干的。包括上你们的那个平台的很多应用，要经过你们审核吗？不需在搜 APP 里面出现的话就需要，因为搜 APP 是我们的嘛，是我们开发的嘛。对啊。但他开发个应用出来不需要我们，他自己可以推广嘛，是吧？那好，那个涉及到这个咱们背后的工程师的这个工作，我还有一个很想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大家知道吗？那就是说这个百度会不会屏蔽你的这个网站？你理解吧？会不会？当然有可能了，当然有可能屏蔽了，这个毫无疑问的对不对？对，毫无疑问的。那也就是说，那你现在就是这个有一个初创期的一个产品，或者是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对吧？这个传统的巨头可能打压或者是怎么样，对不对？对，当然。现在所有的应用，你这个只能自己另起炉灶了。是这样吧？来搭建。没错吧？包括你的那个 photo 就是晒图片的这个功能，你只能，比如说或者说我们要做的话，只能基于你的这个底层的这个包括公链，包括开发软件，是吧？包括明天是不是比如说假如说我想学学要用一套你们的那些，你就说你这个软件是怎么生成的？就是你的这些应用是怎么编程来的？对，用什么工具？对我待会会说一下，明天就着重说这一点。好。然后，刚才汤教授也提了一个很现实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会不会就是就是由于各种原因就是可能会被百度也好，或是被什么也好那个禁止访问这当然可能的，非常可能的。但这个其实也体现出我们 MetaID 的这么一个特点。我就举个例子我拿个例子来说可能会好一些。对，这个也是刚好我是想要说的。就首先呢，我们的态度呢就是说，所有的团队，它无论做什么应用，它一定要
遵纪守法是吧？一定要遵守当地的法律，然后当地法律说你这个信息，比如说我们发这个信息，举个例子嘛然后可能这信息可能在某个国家不合法，然后某个国家禁止显示信息，那当然可能是吧？甚至他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们的网站什么什么信息是违法的，你们必须把它禁止显示，这是可以做到的，因为这个网站来说，它是可以不能修改你信息，但可以不显示你信息，屏蔽你信息，对，就屏蔽你的信息。但是 Meta ID 好玩的地方在哪里呢？因为数据其实也不是网站方所有的，是吧？他打电话过来要我删掉数据，其实我也删不了，因为在区块链上面，对不对？但我可以禁止屏蔽显示嘛，这就变成合规合法，我就遵守国家法律来去做这个事情。但就 Meta ID 呢，它的数据流是无许可显示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链上微博，这是我们公司自己做的我们自己做的，这个我们叫 Sobus，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链上微博，这个MetaBus， 它的内容呢跟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 Sobus 的数据是互联互通的，但这个一看呢就是跟我们风格不太一样，这个是一个日本团队做的，日本那个团队也做然后但它的信息跟我们那个 Sobus 是互联互通的就可能就一个内容不同的2个版本展示就比如说我在这里发一条信息对，和工大同学好，那个和工大同学，如果回去看到我信息，给我点个赞就比如说我在这里通过这里发条信息好，发布成功了。然后由于数据互联互通，我在这里刷新一下呢，理论上应该就能够立刻看到我在那边发的信息了，看到没有？那个和工大同学好这条信息这个是当然这也是个互联互通的很好体现但另外一个就是其实可以做到就是一份数据2个应用它不同的展示就是说回那个刚才那个 MetaBus， 由于它的运营团队是在日本东京的，所以呢可能呢他们这边更需要关注的就是日本当地的法律理解我说吗？就当然就对用户来说，我们 Sobus 可能某种原因或是我们自己原因停止运营或是我们自己原因然后关了，没关系，对用户来说它还可以有一个 MetaBus 可以用甚至是以后可能会有个巴基斯坦的开发者也做一个巴基斯坦版本的一个链上微博是吧？可能也会有一个在芬兰的开发者做一个芬兰的版本的一个链上微博，都很有可能在以后但无论是什么开发者开发的，他在哪里开发的，但我们用的数据同一份就是这样子就可以变得用户他使用的起来就会更加的就选择多了也不怕这个网站说是被禁止访问或者是它停止运营等等这个也是区块链应用的一个好处，这也是我们 Meta ID 要达到这么一个目的。对对，这个就这样子就变成了，大家可以想想这样就变成了以前呢是怎么样子？以前是用户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围着应用来转，是吧？你这个应用关了，我这边数据又没有了你的应用可以将我的数据说删就删，说改就改，是吧？然后呢现在呢就通过 Meta ID 或以未来的区块链的一个应用呢，它就可以真正变成叫以用户为中心了。就可能同一个功能上面可能有很多应用就刚才我们现在这个 Meta ID 用户数不多，已经是比如说链上微博已经有2个应用了我相信以后随用户数多起来，上面的应用可能会有很多很多，可能有几百个几千个，可能每个国家都有1个但没关系是吧？我可能前段时间那个特朗普跟大家都很熟悉了是吧？特朗普一个国家的总统都可以被推特是吧封了账号。但如果是进 Meta ID 会怎么样子呢？他可能可以跑去中国的推特来去用就举个例子，简单例子但可能后续很多的一个情况可能会比较有意思。对，就刚才也是算回答了汤教授这么问题。谢谢。好，就这里就大概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 Meta ID 的一个应用，当然我还没有完全介绍完还有很多，然后也欢迎各位同学就刚才用说 APP 里边
自己去体会啊，就是体会，而且这个数量也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多。我们相信明年这个时候应该会超过100款这个应用啊。当应用多起来，并且不同应用之间数据互联互通，甚至数据可以复用啊，会产生一些比较好玩的一些化学反应出来，我们是相信的啊。好，刚才就是我就展示了一下现在已经在跑的那些应用啊，然后我相信已经是展示出很多很有趣的一些特性出来啊，因为刚才可能体现出数据互联互通是吧？数据永久保存，然后大家可能也看得出来哦，今天基于区块链技术，基于 MetaID 做的应用出来，其实已经和现在的 APP 现在网站已经区别不大了是吧？就可能我不知道大家以前会不会以为区块链应用就是又堵又慢是吧？又不好用啊，但其实这个现在不存在，其实已经是可以做到和现在 APP 一模一样的体验啊，并且它所有的数据特性都可以有刚才说的那些特点，所以一开始我才说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具备了打造一个更好的互联网的这么一个能力，今天就已经可以开始做这个事情啊。好，就当然了，就是更遥远的将来会怎么样子，或者是说以后随着这些应用多起来啊，然后或者是说用户多起来，应用多起来，甚至可能有些更具备开发实力的公司来去开发 MetaID 应用会怎么样子？我相信这个是也是个很好玩的一个事情啊，因为当然现在我们可能还没到这么个阶段啊，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们不妨可以设想一下，就未来会有什么不一样啊？或者是未来情况和现在相比，还会有什么更好玩的情况会出现？就比如说社交应用啊，社交应用这个其实我们也在实践了，也在做了啊，就可能以后就 MetaID 的社交应用，刚才提到我也提很多次了，就是不同应用之间数据可以互联互通是吧？包括好友关系都可以很自由的迁移，我不用担心微信停止运营了是吧？我的好友关系都没有了。啊，或者是微信做的不好，广告多，那我就不用它呗，我就换另外一个应用 B 啊，然后应用 B 可能以后那个资费高，或者是那个用户体验很不好也没关系，我就用应用 C 啊，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好，然后这个游戏场景可能还是比较有趣的这么一个设想。我们认为我们 MetaID 可能就是会对整个游戏行业里面也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影响。我不知道最近同学有没有听过那个 Metaverse 啊，元宇宙这么概念啊？其实是元宇宙最近很火啊。在我看来，所谓的元宇宙，如果不是基于区块链的话，都是耍流氓，它都不可能是真正的元宇宙啊。因为当我们说所谓的元宇宙，它就是宇宙只有一个嘛，大家都知道是吧？啊，然后基于区块链的话的游戏啊，或者是说现在都很流行的元宇宙啊，我们能达到怎么一个场景呢？就当然现在我也是想啊，我是拍脑袋想啊，但我认为很可能一点就是，首先我们能做到我们游戏里面的角色就可以做到永生啊，就一个游戏角色，我不知道大家我应该不用猜，我相信大家都经常玩游戏是吧？从小玩到大，很多游戏都从小玩到大。但你想想，有什么游戏角色在你小时候玩的那些现在还存在呢？所有游戏角色都随着公司倒闭了，都没有了，是吧？啊，然后我05年的时候，我自己玩那个魔兽世界啊，不知道有没有同学在玩啊？我练了很多号，然后他最近好像还是在那个重新又开服了，但有一段时间那个号我都找不到这个，我觉得这个事情挺伤人心的，因为那时候花了很多精力，花了很多时间去练这么个号啊，然后这个暴雪还有网易，你说关了就关了是吧？我这么多几年辛辛苦苦练的东西都没有了，我钱都给足你了是吧？你干嘛要把它关掉呢？是吧？但以后这种情况我认为就不会存在了，因为所有的数据存在区块链上，这数据不是属于 Blizzard， 不是属于网易的，而是属于用户自己的，是吧？所以刚才回到说，我认为游戏领域甚至可以做到是，首先第一点就是那个角色可以做到永生，你只要记住这个账号就好了，啊，然后即便你这个游戏公司倒闭了，只要你角色是有价值的。相信肯定会有另外一家公司能把你的数据、把你的角色能够火起来，你也可以在另外一家公司里面继续玩。啊，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个就是
所有的道具是吧？所有的道具也是可以长久保存，然后真的是和现实中我们的道具是一样的，它并不是它的那个它的那个虚拟的道具跟现实真实的数据的界限可能很模糊了，因为它可能真的是给你感觉真是个真实道具，你可以使用这个永久存在的角色，可以在不同的游戏之中都使用同一个数据。啊，就比如说，我还是以魔兽争霸为例啊，魔兽世界为例，我比较熟啊。可能在魔兽世界里面，你打了一个装备是吧？可能，哎，这个装备你也可以在那个另外一个，比如说魔兽世界里面是有个塔防游戏里边啊，在英雄里边也可以携带相同的一个道具是吧？然后你的道具的一个销售也可以不只在这游戏里面进行一个销售，哎，你可以直接将你的道具很简单的一键转到类似GMetaID 的一个电商网站里面进行一个销售，这些都可以的。啊，就是简单说，因为 MetaID 里面就是在链上只有一个 ID 嘛，然后所有的事情就跟我们现实中的一个真实情况其实很像，我们世界只有一个，对吧？这 MetaID 里面身份证只有一个，所以因此你在上面所有的数据等等都是跟现实一样的，都是只有一份，并且这个数据它是没人给你可以篡改的，没人可以删除的，啊，它是可以永久保存的，你可以很自由的进行一个转移交互的。好，这是我能想到的一个游戏的这么一些想法。然后比如说电商啊，刚才提到电商，刚才也提到现在就是阿里巴巴那个2选1啊都被罚很厉害了，所以看得出现在电商其实有很多问题。但基于 MetaID 或基于分布式 ID 的区块链以后电商会怎么样呢？就我首先认为第一点，首先就是那个卖家他就不需要再担心什么2选1了，是吧？然后其次，他甚至不需要一个平台登录去发布他的商品，啊，因为刚才那篇文章啊，就是那个 MetaID 101这个文章上，大家也看到，其实区块链数据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复用，所以以后会变成怎么样子呢？以后我认为对商家来说，他可能会通过手机是吧，或通过我们说 APP 之类的软件，我发布一个商品，我选择好这个商品的一个描述，它的照片，然后我希望售价是多少，然后我希望这个商品的一个佣金是多少。佣金什么就是哪个平台帮我卖了这商品出去，我愿意给多少钱给你平台做佣金，然后上链发布上链就完了。他甚至不需要选择拼多多，不需要选择京东，不需要选择天猫，他只需要将他的信息设置好佣金上链就完了，这数据属于他的，他可以随时修改。然后做平台方他会变成怎么样子呢？以前平台方他是需要用户登录他平台发布商品是吧？然后这平台还可以对他所有发布数据就是拥有绝对的所有权，但以后就不是这样子了。平台方只能做什么？平台方他只能在区块链上寻找他认为佣金合适的那些交易。就比如说我就卖了一个手机，我是卖家，我要销售一个手机，我设佣金20%的。哦，然后可能拼多多觉得这个商品不错，佣金不错，我就可以将它列到我的网站上首页上进行展示，是吧？你这商品的佣金更多，我甚至可以放在一个首页最明显的位置。啊，就是这个模式转变，就是由卖家去登录平台方，然后以平台为中心，变成了真的是平台以用户为中心了。啊，然后哪个平台卖了，他就根据相关的智能合约把佣金拿走了就可以了。啊，这当然就得益于 MetaID 的特性，然后就是那个商家的欺诈啊，或者是一个诚信问题更加不是一个问题了，因为用户的一个信息都在链上可以永久保存。啊，你甚至是说你不单是在这个平台上的一个销售记录不好，你可能是去其他地方，比如说论坛里边可能做了一些不礼貌的回复啊，或者是吧，在其他地方做一些坏事，我作为买家，我也能知道你这个卖家的一个过往的链上的一个数据是不是可靠，所以就我认为就是可以让现在已经做得不错的这些诚信体系会做得更加好。好，这个视频类的就是现在大家也很清楚了是吧？抖音快手这些都很多平台啊，可能对于那些
主播来说也是面临一个问题，我要登录很多平台来去发布啊，就像刚才提到的那点，就是可能就电商卖家他只需要链上发布走自己的商品就可以了。然后对于以后主播来说，他也是一样，我只需要往链上传输我的那个视频流就可以了。然后可能以后不同的平台，它是可以选择来显示出来。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很大不一样的一点就是什么样子呢？就是现在可能主播的一个变现都是得要靠广告是吧？然后用户给他点赞他是没收益的，哎，但以后可能不一样了，以后用户可能点赞也好啊，甚至送礼物也好，他可以直接不需要经过平台，就是用户和用户之间点对点之间进行完成的一个价值的一个交互了。就是可能别人给我点赞，我可能立刻收到一个0.1分钱。是吧？然后有10万个赞，哎，那我就可以收到1000块了，是吧？这也是不错的事情。对，那当然只举个例子啊，这个就是以后的那个价值转移，它就可以使得更加的简单，更加方便。好，然后我简单说一下，就是我自己个人这1-2年的一个设想、一个感想，就是对未来互联网的商业模式的这个改变，因为毫无疑问。我不知道大家听起来感觉如何啊？但在我看来，毫无疑问一点就是从这底层的一个技术的一个范式发生个重大的改变，因此呢，以后互联网的整个商业模式一定会有一个很大的这么改变。当然，这个也是我的一个拍脑袋的一个想法啊，可能以后的改变会比我所设想的会更大。哦，就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应用它就不能再依赖数据垄断或者超额利润了，是吧？其实现在每个互联网公司，大的互联网公司，他们其实将用户圈起来之后，都是变成躺赚的，就是因为它将数据垄断起来了嘛。但以后这种情况可能就会大幅减少了。然后应用你即便做得再大了，你还得要继续不停地保持好更新，继续要保持好用户体验。继续得保持好你的资费足够有竞争力，你必须还得足够保持好你的创新能力要够的，哎，这样子你才可以在这个很激烈的竞争中啊继续保持优势，而不是说把数据圈起来，数据垄断了你就可以躺起来赚钱了。然后第二个就是，对刚才提到就是用户比拼的应用比拼的就是用户的体验了、资费了，还有创新能力了。然后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可能现在很多人还没意识得到的，就是由于区块链的一个微支付功能啊，你刚才提到过，就是可以将一切的权益通证化，甚至是资产的一个证券化，因此呢，就可以让这商业实体呢，就是它的收入来源啊，会比现在丰富很多啊。最直观一点就是，应用它上线第一天就可以立刻赚钱了。对它能不能盈利再说，但它第一天就可以获得收入，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对于以前的那些网站也好 ，APP 也好，它是不可能做得到的。以前的 APP 也好，或者是网站也好，它要盈利，它必须要把通过烧钱或通过什么样子将用户拉起来，是吧？然后用户到一定规模，现在的互联网盈利规模大概是1000万到2000万用户规模，这个模型才可能让你通过广告来盈利。但以后不需要了，以后可能我这个应用可能做个小而美的应用。可能只是针对几百个用户，可能通过刚才提到的那些微支付能力、那些 token 能力，或者更加创新的一些的，也通证经济的，就可以让你能够赚钱的方式更多啊，然后你的盈利可以更快来到。然后还有就是就是因为所有权关系发生改变啊，然后以后一个商业实体，它的分红权不再属于某个少数股东可能更多的是属于就用户，他是一个用户还是股东的关系可能更加模糊了。好，然后因为我们明天会有个 workshop 嘛 ，workshop 可能涉及到相关的开发，所以我就简单说一下，就是那个 Meta ID 对于未来互联网开发，还有就是我们今天需要大概先了解一下开发的这么一些内容啊。相关的开发内容，我们明天在workshop里面，我们可能还会再详细说一次啊。今天我们就快速就是让大家有个概念先。好，然后我们认为未来就 Meta ID 类似的话 ，Meta ID 类似这样的 DID 系统的话，开发模式会发生什么改变呢？就首先第一点就是整个区块链互联网
或者是叫整个 MetaNet， 它就变成一个大应用了。刚才我一直举例子，就以一台计算机为例子嘛，然后整个 MetaNet 或者整个区块链互联网，它更像是一个大的应用，而不是一个一个的信息孤岛而这个超级大应用呢，里面有个很好玩的一个点呢，就是各个应用呢，它是在无许可的共同开发这么一个大的应用。我就刚才以建楼这个为例子嘛，是吧？然后这个栋楼可能会很高很高，我们可能最多的就是前期底层那几层是我们建的，但上面可能各种各样不同楼层是有不同开发团队建的，最终这个楼层长成怎么样子我们不知道，最终是由用户投票的，用户觉得这个应用好用，你多用一些，是吧？所以最终这栋楼长得多高，长得怎么样子，在我看来还是用户来决定好，然后第二点就是开发者的颗粒度会更小然后前期特别前期它是更有利于中小开发者的一个开发的。好，然后第三点就是由于数据的复用刚才也提到也体现过区块链一个特点就是数据复用，还有功能模块的复用，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因此呢，它会出现就是比现在应用还要多很多的一些区块链应用。然后第四点呢，就是它的开发模式会比现在的开发模式更简单，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可能很多朋友以为基于区块链开发会不会更复杂？这看起来很难的东西，其实不是。基于区块链开发甚至可以比之前的互联网开发更简单明天不说的话，大家可以体会一下了。就是我们甚至是目标，以后就是一些可能刚学会编程的话，是刚有编程入门知识的同学他都可以通过一些很低大码量的一个事情进行一个区块链应用的开发，这是得益于区块链数据的复用，还有它功能模块的复用的这么一个特点。好，就因为它开发门槛会大幅降低了，所以以后拼的是什么呢？开发者来说，拼的就是创新能力了，还有你的推广能力了好，这是我认为的那个互联网开发模式的这么一个改变所以呢，开发者呢，他基于 MetaID 开发呢，它就会有这么3个特点，一个就是开发成本会更低，开发周期更短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特点，就是因为用户数据共享的，所以对于后来的用户来说，后来应用来说它就可以在海量的用户数据还有公开的应用数据基础上构建自己应用就比如说可能前期已经有很多公司已经将这个楼盖起了100层了，那对后来者来说它很简单了我就直接再盖1层，我就等于拥有一栋101层的高楼了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概念。所以对于这个模式来说，它是对于后来者它是越有利的，因为前期很多数据已经是有累积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认为我们 MetaID 的模式它是一个很好玩的，并且是它以后到某一个点的时候它是会产生一个类似雪崩效应的那么一个结果这也是由于解决了信任问题，所以数据它不同的公司可以互相共用所以可以使得很简单的，我们要做一个很大的饼以前不同公司一起要做一个很大的饼的话，要相互猜疑是吧？我怎么知道你的数据给我的是不是真的？我怎么知道我数据你会不会删掉是吧？所以由此做的，以前要做一个很大的饼是很难的，但现在区块链技术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使得我们不同的开发团队其实可以一起做一个很大的饼，或者是一起盖一个很高的楼。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那个应用第一天有收入了刚才也提到过这一点。好，然后就简单来说这个经过我们自实践自实践，基于 MetaID 开发的一个相同的功能的一个应用它会比传统的网站开发会降低67%，就只需要原来的1/3的工作人手，它就可以开发出来了。这也算是回答一下刚才汤教授问的，为什么我们能够这么快做这么多应用出来这也是因为数据的复用、数据重用、功能模块的重用的一个好处，所以使得我们平常原来可能只需要2-3个月开发的一个应用，我们现在可能不到1个月就开发出来了。这也是个很大的一个优势这上面就是传统我们自己经历的
一些就开发相同的一个链上微博为例的这么一个成本比较啊，然后最终我们算出来的成果的结果是，基于 Meta ID 开发的成本可以下降2%左右。好，然后呢，今天就是那个我们所谓的 Meta ID 呢，其实包括看到应用呢，并不是很遥远将来，我也说很多次了，因为我们 Meta ID 其实经过我们这1-2年的一个不断打磨，今天其实已经是具备了构造一系列应用的这么一个可能性啊。我们 Meta ID 今天整个协议已经固化了啊，这个整个协议已经固化，就我们整个协议不会再变更了，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因为只有协议固定了，这个才是真正的去中心化。这个可能不是很多同学能够理解啊，因为只有协议固定了，我们的不存在也没关系了，理解吗？协议开源吗？开源开放的，对，都开源开放的。对，大概是有。对，然后所以就我们我们也是经历了大概1-2年的这么一个测试研发，哎，我们觉得我们 Meta ID 已经足够优雅。啊，并不会再改，也承诺不会再改了。所以这个协议固定才是去中心化的一个根本。啊，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们认为 BSV 是一个更去中心化的这么一个比特币的原因，因为它也是一个叫做 set in stone 嘛，就是也协议固定的。协议固定就是谁来开发上面应用都没关系了，因为底层的东西它不会再变了，包括我们不存在。也没关系的，对于以后来的团队来说，他也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做他的事情，就仅此而已，好吧？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基础服务商已经有2个了啊。基础服务商它是不是必须的？但有基础服务商可以让很多开发者可以大幅降低开发成本，大幅降低开发难度啊。现在我们已经有2个基础服务商了，当然一个是我们啊，另外一个是在日本的团队。然后钱包已经有2个，现在不止了，可能现在已经有3到4个钱包也在支持了。然后应用现在有差不多20个，所以我说 Meta ID 这个设想并不是一个设想啊，而是已经是在今天啊，各位同学如果是对开发感兴趣，对区块链开发感兴趣的话，你们明天就可以开始开发区块链应用了啊。好，然后对这个就算是我就是作为咱们明天不是有个 workshop 嘛，对吧？明天 workshop 的一个准备啊，然后也是希望同学们今晚啊回到宿舍啊，或是明天早上啊，先了解一下，准备一下。明天我们总的目标啊，我们希望通过一个下午，让有基础前端开发能力的同学能够自己开发一个链上微博，就1个下午啊。刚才不也演示过很多次嘛，是吧？然后我们链上微博其实有2个了，一个就是那个 SoulBus， 还有一个 MetaBus。我们希望明天我们同学们动手再开发第3个或第4个、第5个。这个是典型区块链网络结构了，这个我就不详细说了啊。这个是可能前2周我猜应该是有其他老师也说过这个区块链网络的这么一个结构了。我就着重说一下这个事情，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很重要一点，做应用很重要一点就是要怎么知道对区块链进行读和写，就这2点就够了。其实做区块链应用并不复杂。可能很多同学也知道哦，区块链应用你可以看作是个大的数据库，或是公用数据库，是吧？啊，其实这么看也没问题，啊，这么看也没问题，也是对于前期入门也是很好的这么一个比喻方式。所以呢，大家呢，我愿意更进一步嘛，就是大家不妨将区块链的区块看这个特殊数据库的特殊数据库呢，它更像是光盘。那个 CD-ROM 嘛，大家应该用过吧，同学们啊。就一张的 CD-ROM， 一张光盘，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只能写1次，是吧？对于 CD-ROM 只能写1次，但可以读无数次。其实区块链特点也是这样子，啊，可能对于一个区块就是一个 CD-ROM， 一个区块就是一个 CD-ROM， 啊，我们所谓区块链就是很多张光盘能够连起来的啊，就所谓区块链嘛。我们所谓的区块链其实就是很多 CD-ROM 能够有顺序的，有一定的必须。有固定顺序连接起来的 CD-ROM 光盘就是区块链
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只需要把它搞清楚，怎么对这个 CD-ROM 进行一个写入的操作，并写入的数据，我们知道怎么通过工具将位于不同 CD-ROM 上的数据读出来就够了。其实说白了，这个逻辑也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就当然，现在整个架构里面就可能会通过服务商、通过应用商，或通过刚才提到的我们一些工具包等等，我们做了很多方面的东西啊，让这个读和写的工作可以变得很简单，很傻瓜化。好，对，刚才提到就是回去可以了解一下那个 MetaID 的一些基本概念啊，就刚才提到的 MetaID101.com， 这个是我们一个纯链上的链上微博、链上论坛啊，还有上面文章都是放在链上的，整个网站都是链上的。好，然后对，这就刚才提到的是很关键一点，就是了解如何写入。这个可能明天内容啊，明天我们再详细说了啊。简单说一下，就是可能明天我们会先说一下怎么写入，我们会提供这些工具包，让这个写入变得更简单。好像上周那个周老师也说了怎么构造个交易是吧？应该大家应该都是对这个区块写入是有一定了解，但我们这个工具包可能更方便一些啊，让你写入到那个区块里面的时候，我们已经封装好了，你写入了那个交易那个 TX 已经是 MetaID 格式了啊，你只需要调用相关的一个方法就可以将数据以 MetaID 格式保存到区块链上，这是我们写入的工具包。好，然后了解如何读取啊，如何读取，现在就是我们会提供一个在线的一个读取 MetaID 或读取区块链的一个服务，我们叫 Soulman。啊，这个我今天也不详细说了啊，然后这个是明天的内容。然后呢，通过读和写的一个了解呢，我们就可以简单做一个应用了。好，然后呢，对今天的内容可能也差不多，就希望回去之后啊，如果各位同学有时间，先准备一下明天的一些东西，然后包括刚才提到的对于我们 MetaID 的基础的了解，是吧？对区块链的一个基本的了解，然后呢，还没注册的啊，我们说 APP 的同学呢，我希望你们还是注册一下，体验一下我们的那些应用，体验一下刚才我花了1个半小时所说的那些，数据互联互通啊，然后这些数据永久保存啊，为什么说数据是归属用户等等啊，这些体验你们可能可以慢慢用一下应用啊。对，这个就是希望明天同学准备好的这3点内容。好，然后今天我的关于我们的那些区块应用介绍就差不多了。然后上面有2个网址啊，就是一个 Sobus， 刚才也出现很多次啊，那是个链上微博。就我意思是说，同学们有任何问题，欢迎你们上去这个链上微博里面提问啊。你们上去提问，你们就后面备注我是合工大同学，我一定会回复的啊。然后右边那个是刚才提到的那个论坛啊，一个 MetaID 101，上面也有很多 MetaID 相关的入门知识啊，包括明天可能要用到的那个 MetaID 的一些基本概念，在上面都可以找到。好，我今天的主要介绍就到这里了。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